大家好啊，我係杜文步啊，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日本嘅股票同埋日本嘅 ETF 啊。咁我哋講到日本嘅股票咧，避唔開呢個日經指數啦。我錄節目呢日咧就係2024年嘅10月28號星期一嚇。咁我哋睇到咧日經指數已經衝上嚟呢個38,605點啊。距離佢嘅歷史高位，即係1989年創立嘅呢個38,957點咧，即係仲爭大概340點左右啊。咁啊，可想而知咧，日本嘅股市即係大家都聽過，經過巴菲特嘅買之後咧，又衝上嚟啦。嗱，我哋講日本嘅股票或者日本嘅 ETF 咧，一定要知道日經指數即係225之中嘅10大比重嘅嗰個權重股啊。咁啊，第一間咧就係相信大家耳熟能詳嘅速銷有限公司啦。咁佢係 Uniqlo 同埋呢個 GU 嘅母公司啊。咁佢佔嘅日經比重咧就係有11.6左右。咁第二間咧就係東京電子株式會社啊。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日本嘅電子產品啊，就以前咧其實係一路領先於世界嘅。即係呢幾年咧稍為差啲啊。咁啊，但係咧就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以前做落嚟咧，佢仲有好大嘅影響力啊。咁佢就係做呢個馬達嘅。咁啊，大家知道即係日本嘅精密儀器咧就係好出名嘅。咁代號8035啊，咁啊比重咧就係6.1。咁第三間咧就係代號6857嘅愛萬德測試公司啊。咁啊呢間咧雖然唔係好出名啊，咁但係佢做呢個科技產業方面嘅產品，包括咗精密馬達咧，咁啊佢佔嘅比重就係5.5。咁第四間相信大家都好熟啦啊，咁就係宇銀啊，英文就係 SoftBank 啦，個老細就係孫正義啊。同時又係呢個ARM，即係晶片設計公司 ARM 嘅老細嚟嘅。咁啊代號就係9984啊，佔日經嘅比重咧就係4.6。咁第五間咧就係代號9433嘅呢個嘅海迪迪啊，即係英文就係 KDD。咁就係日本最大嘅電信通訊公司嚟嘅。咁啊佔嘅比重就係2.43。咁啊第六間咧就係代號4063嘅信譽化學工業株式會社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咧，即係日本除咗電子產品啊同埋精密儀器出名之外咧，佢個化學嗰個材料啊都好出名嘅。就大家都知道咧，而家台積電咧用嘅呢個儀器啊，即係嗰個紫光光刻機啊，咁就係愛斯摩爾公司，佢需要用到好多嘅化學原材料啊，咁去做嗰個晶片。咁啊，其中咧呢間公司就係其中嘅最大嘅供應商之一嚟嘅嚇。咁至於第七間咧 TDK 大家都好熟啦，做呢個拉鏈啊，以前做呢個磁帶啊，咁啊而家咧佢都有做呢個科技產品一啲嘅精密儀器啦等等啊。咁剩翻嗰三間我就唔講啦，即係涉及到消費品同埋科技精密儀器啊。咁所以咧，大家見到嗰個日經指數嘅組成部分咧，大家見到啊，同呢個嘅美國嗰邊都差唔多啊，即係科技為主，科技嘅產業咧佔到差唔多50%左右啊。咁另外咧就係消費品啊，即係日本嘅消費品，大家知道喺香港都好出名啊，即係包括咗呢個 Uniqlo 啊、GU 啊，跟住 Donkey 啊。同埋呢個嘅 AEON 啊、百貨公司啊等等，咁啊，所以大家見到咧，佢嗰個產業權重就係集中喺科技啦、消費品啦，同埋呢個嘅精密材料方面啊。好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可以上日經指數服務公司咧詳細睇啊。咁跟住咧，第二個傳聞咧就係買咗日本嘅股票之後啊，咁啊靠嗰個股東有啲福利噶嘛，即係好似香港即係派紅股啊，或者係派一啲嘅即係所謂嘅消費券啊。咁啊日本呢方面咧就好出名嘅嚇，咁啊大家成日都有聽過。咁但係需要留意咧，呢個你要係日本居民啦，同埋你要有日本嘅即係居住證明先至買咗日本嘅股票之後先有呢啲福利啊。嗱，如果大家係第一次嚟到我頻道，我嘅頻道就主要集中講投資理財生活嘅有用知識啊。咁我呢個頻道咧就係介紹嘅內容咧就包括咗全世界嘅主要投資嘅一啲嘅渠道啊。咁啊，大家如果有興趣咧，陣間會介紹我個 Patreon 嘅連結啦。
咁因為今日由於時間嘅關係啦，同埋即係大家對於日本嘅股票冇咁熟，即係我就建議先由呢個日本嘅 ETF，即係一籃子股票開始去考慮去投資。咁呢個參考日期咧，最新嘅資訊咧就係我呢個錄節目嘅當日，2024年嘅10月28號啊。咁我哋睇到咧就係呢幾隻 ETF 啊，咁啊3年嘅回報咧就係由呢個139開始排列啊。咁我會大致逐個講講啦。第一隻咧就係代號1631嘅銀行啊，就係東京交易所嘅17間銀行嘅 ETF 啊。咁佢個回報比較高啲。咁第二間又係33間嘅銀行嘅 ETF， 咁3年嘅回報咧就係有137%啊。咁第三間咧就係1629，就係東京交易所17間嘅貿易公司啊。咁大家知道咧，日本係即係出口為主啊嘛，咁所以佢個貿易公司啊、批發公司係嗰個嘅盈利係好高嘅啊。3年嘅回報咧就係113%啊。咁第四間咧就係一啲嘅能源公司嘅 ETF 啦。咁3年回報都有108%啊。咁就最後一間就有3年回報106%嘅咧，就係日經嘅高股利啊，即係高股息嘅公司啊，即係50間公司嘅 ETF 嘅總成啊。好啦，咁我哋時間有限咧，先睇第一間啊。咁第一間咧就係我頭先講咗嘅1631啊。咁就係英文叫做 Nix Fund Bank 啊，就係東京交易所17間嘅嗰個銀行嘅交易基金啊。咁我哋睇到就係2024年嘅10月28號，佢嗰個股價咧就係一股就係17,225蚊日元啊。咁就係嗰個股息率咧就大概有1.8%啊。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可以撳入去睇佢個嗰個發行說明書啦，同埋佢個資產配置啊。好啦。譬如話呢個咁我就撳咗入去咧，睇佢個主要嘅資產配置咧，咁大家見到呢間公司咧就係頭先講嘅1618啊。咁佢頭10大嘅投資銀行全部都係銀行啊、金融啊。咁大家見到啦，第一間30啦，金融；第二間三井啊，即係巴菲特投資嗰幾間5大商社嘅總公司。佢哋下邊咧有啲銀行啊，有啲其他貿易公司啊等等啊。咁第三間就係瑞匯金融集團啦，第四間日本郵政啦，第五間三井啦。咁呢啲都係好出名嘅金融公司啊。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詳細撳落去睇。好啦，咁至於第二間要介紹嘅咧，就係呢個嘅日經225高股息股票。50嘅交易所基金。咁大家見到咧，10月嘅28號為止參考日期10月28號，即係我錄製節目嘅當天咧，佢嗰個交易價格咧就係2215蚊日元啊。咁交易單位咧喺呢個嘅東京交易所，佢就寫住一股嘅啫啊。即係相對嚟講咧比較平啲啊。咁而佢嘅收息率咧，即係嗰個股票嗰個股息收益率咧，就係有大概3.53%啊。咁都 OK 噶啦，因為大家都知道日元咧就係嗰個低息啊嘛。咁日本人都係換咗 yen 做美金去買美國個國債啊等等啊。好啦，咁今日有啲時間嘅關係咧，我就講住咁多先吓。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可以上我嗰個嘅 YouTube 嗰度啊。咁就我有啲嘢仲未講，就係涉及到即係喺邊個渠道買啊，同埋嗰個交易嘅手續費幾多啊，同埋香港人需唔需要俾呢個股息稅？咁要俾係要俾幾多咧？等等其他詳細嘅資訊咧，我就會擺喺我個 Patreon 嗰度啊。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可以免費登記做我嘅 Patreon 嘅會員啦，就係去睇一啲嘅免費嘅文章啊。咁撳咗入去之後咧，咁我最近咧就上咗好多新嘅免費文章啦。咁大家可以免費登記做會員啊。
好啦，咁啊就今日講住咁多先。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希望大家點讚、訂閱、打開個小鈴鐺，下次我出新片，大家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啊。今日所講嘅內容咧，就係不涉及任何嘅投資建議嘅，自己嘅投資自己負責啊。下次見，拜拜。